失误了！九冠王苏源竟然在魔鬼湾出现了致命失误，冠军打定了。新人王林浩反超了！不可能，车神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反应慢了，苏源到底还是老了，属于他的神话要断了。比赛结束，让我们恭喜林浩，旧王陨落，新王当立，苏源10冠王伟业彻底梦碎，属于苏源的时代结束了。从今天起，这是林浩的时代。代表神速车队正式通知各位，从今天起，世界拉力锦标赛9冠王苏源正式退役。别看了，这个新闻发布会你都看300遍了。哎呀，你说苏源怎么会失误呢？他可是车神啊！车神也是人，是人就会失误。在苏源退役之后，神速车队正式进入了林浩时代。哼，林浩他也配？神速车队的队长永远都是苏源。苏源老了，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。亏你也姓苏，怎么跟我的苏神差距这么大？还是老样子，今天咱们就比谁先到山顶加油站，输的人乖乖掏钱，把这2台车的油加满。没问题。预备，3、什么东西？麻烦让让，我赶时间。你谁呀？别影响我们比赛！别在这碍王少的眼。路这么宽，我想走哪儿走哪儿。行了，王大少，别跟一个普通人计较，拉低了咱们的身份。一会儿过个弯，他就连咱们的尾灯都看不见了。吃老子的尾屁去吧！走喽！哎呦，时间不多了，得快点了。这什么车？怎么这么快？好像是刚才那辆面包车。怎么可能？走2步就能散架的玩意儿，也能超过咱们2个？要我说啊，多半是哪个职业选手在这跑山呢。哎呦，我的祖宗哎！这里面拉的可都是易碎品啊！你开这么快，没弄碎吧？碎一赔百。王大少，你输了。哼，要不是半路上那个该死的乡巴佬突然冒出来挡了我一下，打乱了我的节奏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？愿赌服输，赶紧付钱。人呢？都哪儿去了？赶紧出来加油！喊什么喊？没看到上面写着自助加油吗？少啰嗦，赶紧把油加满，不然我找人拆了你们这破地方。你们这就1个人吗？没看段少的车子还空着吗？苏源，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别提了，今天我下山拉货，回来的路上碰到2个装货。那个，2位是来加油的吗？好啊，原来刚刚在山道上开破面包车挡本少爷道的就是你啊！不好意思，公路不是你家开的。进气系统换了碳纤维风箱，排气改了全段钛合金，避震调得太低导致倾角不对。轮毂虽然是高配锻造的，但卡头根本配不上你现在刷的1阶马力。这台车起码砸了300万改装，可惜什么？可惜调教的一塌糊涂。哎呦，你一个臭加汽油的屌丝，装什么啊？你摸过赛车方向盘吗？就在这指点江山？就是，本少爷这辆车全交给国外顶级团队打造的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具体改了哪些零件。你一个在山沟沟里拧油箱盖的能看懂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些改装都很基础，外表和底盘高度看一眼就全明白了。很难吗？你少在我们面前扯这些没用的。既然你这么懂车，行啊，有本事跟我到盘山道上比一场。没兴趣。2台车油都加好了，一共2800，去里面扫码结账，我还得去卸货。站住！今天你比也得比，不比也得比。喂，
你们两个怎么这样欺负人呢？开好车了不起啊，再不让开我报警了！比一场，如果赢了，我这台车直接给你，加上我这台，赢了都给你。好，那就比。从这里出发，沿着盘山路一直往下，谁先到山脚下那个废弃修车站，谁就赢。可以。苏源，你疯了！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咱们玩不过他们的。听见没有？连你女人都比你有自知之明。小子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，怎么样？你们嘴巴放干净点儿！我们之间的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行了行了，别浪费我们时间了。你的车呢？在哪儿？你说的该不会是这个破面包车吧？别逗了，小爷我一个加速，你连我尾气都吃不上。皇上，这人是来搞笑的吧？估计是脑子不太正常。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一辆送货的面包车跟我们比赛，未免有点太看不起人了吧？那不是我的车。那你开什么车？你倒是说啊！磨磨唧唧的，到底还比不比了？我的车在这里。我没看错吧？他要拿这个破3轮车跟王少的超跑比赛。和你们这种水平的人比赛太欺负人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让你们一个轮子。朋友，我是真心想跟你切磋，你用这辆破3轮应付我们是什么意思？配还是不配？比完不就知道了。好，好得很，嘴硬是吧？你要是输了，看我怎么慢慢折磨你。苏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他们开的是超跑，你骑个3轮车怎么跟人家比？放心，我要是比不过他们2个，回家给你洗1个月袜子。死苏源，臭苏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我不理你了。老子让你先跑10秒。3、2、1。哎呀，怎么不走呀？是不是知道输了，干脆直接认命了？不好意思，这车年纪大了，点火经常点不上。王少好厉害！那当然，本少爷可是专门去欧洲练过的，这种山路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。老子早就说过，我一个加速，那乡巴佬连我的尾气都吃不上。就是，一个骑3轮车的跟咱们家王少比，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你是在找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这破3轮车怎么这么快？快，这也叫快？不可能！刚才我身后明明没有任何车，你什么时候追上来的？今天真是邪了门了！耶！看到没有，老子的漂移！这下总该甩掉了吧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愿赌服输，你赢了我们，车子自然归你，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。对，我们心服口服，这2台车是你的了。车和车手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一个优秀的车手不应该轻易抛下自己的车。车你们自己留着吧，我用不上，我这台车就挺好的。有条件的话，还是可以换台好点的车的。你的车技这么强，来我们俱乐部当职业车手吧，薪资你随便填。只要你愿意来，队长的位置直接给你，我给你打下手都行。不了，我还得去送燃气，先走了。这人到底是谁？怎么样？那几个回弹没对你做什么吧？你有没有受伤？没事，2个小孩子而已，本性不坏，就是淘气了一点。就你成熟，你最成熟了。明明看着也就27、8岁的样子，说起话来跟40、50岁的老头子一模一样，整天一副看破红尘的德行。有吗？我倒是觉得自己挺天真烂漫的。
哎呀，你这一把老骨头了，就别在这装嫩了，赶紧让开，我要看比赛了。什么比赛？ F2世界赛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今年我们龙国有2支车队进了决赛，现在网上都快吵翻天了。各位观众，您正在收看的是第77届 F2世界赛的决赛现场。今年的竞争异常激烈，目前场上共有2支龙国车队参赛。身穿蓝色队服的是老牌劲旅飞驰车队，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则是卫冕冠军车队神速。神速车队的队长林浩今年刚满24岁。 被誉为龙国赛车界100年一遇的天才。从苏源手中接过神速车队队长的重担后，他在本赛季已经连续拿下3站冠军。现在领先的是樱花国车手佐藤健，他的起步反应时间只有0.15秒，堪称完美。林浩目前排在第4位，飞驰车队的队长徐峰排在第3位。又是这个佐藤，上一站他就拿了亚军，这次又跑第1去了。林浩到底在干嘛呀？倒是追啊！什么情况？ 前面马上就要进入连环弯道了，林浩怎么还在提速？他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个该死的林浩，他疯了吗？这个冠军可不能给樱花国拿去啊！他要是冲出去了，咱们龙国脸就丢光了。他在用动能回收式惯性漂移，这种技术在前3个弯道做减速，利用车身侧倾和发动机高转区间，快速建立后轮惯性。在第4个弯一口气回正释放动能，连续过掉4个组合弯，出弯速度比正常走线快至少1秒。但这种技术对车手感知力的要求很高，入弯时机和方向盘角度的容错区间只有0.3度，早0.3度侧翻，晚0.3度撞山。目前全世界能在实战中用出来的不超过5个人。说的跟真的似的。天哪，超了！林浩在8+弯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超车，他越过了佐藤健，林浩现在是第1，超了，超了！苏源，你看到没有？林浩超了那个樱花国选手，又来了！他在连续用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漂移，这不能稳一点吗？哎，你去哪儿不看了？万一后面那个佐藤翻盘了呢？不用看了，他追不上的。这届冠军还是属于我们龙国。冠军林浩出现了，龙国队卫冕成功，这也是林浩继苏源退役之后为神速车队拿下的第3座世界冠军奖杯。这家伙对赛车的了解专业到离谱，真不知道他以前是干什么的。3号车，你那个池外油门给的太软了，干嘛呢？没吃饭啊？这一批青训队员里有2个底子不错，再练半年应该能拉出去打区域赛。这是哪个不长眼的？不知道这里是我九江的场子吗？谁绿军闯进来的？躲你呢，小子！你谁呀？我叫林峰。林峰，神速车队2队队长，车王林浩的弟弟林峰。知道就好。老大，这趟江城之行可真让人失望。都说这江城是车神故里，人才济济，依我看啊，完全就是徒有虚名。他们都是刚入队3个月的青训队员，欺负他们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和我比一场！你也配？大名鼎鼎的神速车队，原来就是这么一群地痞流氓吗？行了，跟你浪费时间没意思。要跟我比可以，但得加点彩头。什么彩头？我们神速车队要在江城待一段时间，如果你输了，我和我的队员在江城的所有开销，你们九江俱乐部全部负责。那要是你们输了，赢了再说吧。明天3点，还是这里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段毅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知道，但以你我的水平，赢不了林峰。他是职业2队的队长，跟咱们不是一个级别的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咽下这口气？我们需要一个能赢他的人。林峰可是神速2队的队长，世界拉力赛北美站的亚军，
国内能赢过他的人一只手都数不过来，咱们上哪去找？我倒是想到一个人。你是说他？来加油，前门往前走。苏渊，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帮不了。你是我在江城见过车技最好的车手，我想请你代表我们俱乐部和林峰比一场。我说了，我只是个加油工，帮不了你们什么忙。上次赢你们纯属运气。运气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能这……林峰是职业选手，我们两个的水平不够，江城能赢他的人只有你。那就让他赢吧，谁赢谁输跟我没关系。怎么又是你们？上次的事还没长记性？跟你没关系，我们找他。找他？你们上次不是挺嚣张的吗？那几百万改装的超跑不是说让他吃尾气吗？怎么现在反倒跑过来求我们了？之前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我道歉。但这次道歉就完了？你们富二代是不是觉得道个歉，全世界都得原谅你们？苏渊，别理他们，进去吃饭。肖哥，让他们把话说完。林峰是神速2队的队长，如果这场比赛输了，我们俱乐部被羞辱事小，给江城这个车神故里丢脸事大呀。车神故里，虚名而已。段少爷，我就是一个加油工，你们的比赛我不懂，也不想掺和。上次飙车是我一时兴起，以后不会了。比赛的时间和地点我放这儿。挺热闹。不错，说比就比，至少胆量有了。少废话，准备好了就上车。别急，跟你们比的不是我，这是我师弟神速2队的副队长林飞，今天他跟你们跑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？说好了你跟我们比的。这就是神速车队的作风，出尔反尔。我没说我要跑啊，我说的是我们队跟你们跑，你们还不配让我出手。别紧张，就当是教学赛。被套圈了！我还以为有好戏看呢，结果就这。咱们江城最牛的俱乐部被人家职业队虐得连尾灯都看不见。教育赛结束了，两位主席学会了吗？我说了，你们俩不配跟我比。现在信了？兄弟们，这几天在江城的所有开销，九江俱乐部全包了。老大，听说江城的海鲜不错，尽管吃，反正有人买单，是吧？两位主席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浮躁。你谁呀？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谁呀？哪儿冒出来的？苏渊，你来了，怎么认识？哦，我懂了，搬救兵是吧？这位是哪个乡下修理厂请来的老师傅？修摩托车的还是修拖拉机的？你刚才套圈的那个时机早了2秒，如果对面是职业车手，你入弯就会被反超。林峰，再比一场，这次你要是赢了，条件随你开。对，再比一场可以。不过刚才的赌注是之前说好的，今天这些开销你们还是得付。再比一场，我要加新的彩头。什么彩头？你说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们俱乐部所有赛车和改装件全部归神速车队所有。另外，我要你们亲手把那块招牌砸了。怎么样？还敢比吗？答应他，我来跟他们比。刚才是你说我套圈时机不对吧？一个修车的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，咱俩比一场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。你不行，换人吧。这谁呀？
好大的口气！我师弟在神速2队待了3年，全国青年赛拿过前3，你一个加油站的，说赢不了就赢不了。你一个加油站的，说赢不了就赢不了。不过，他们似乎很相信你啊。那我来会会你们。哥，就这种货色你没必要出手。这是他自找的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绝望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车！你也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行。他疯了吧？林峰可是职业车队的队长，连他都不行。别说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一块儿上吧。一个人跟我们全队跑，你是脑子有病还是疯了？让我来教训他！一个穷加油的，真把自己当车神了！是啥东西呢？够了！你知道我身后这些人是谁吗？他们都是神速车队2队的正式队员，每一个都跑过职业拉力赛。你一个人，我说了，你们一块儿上，省得浪费时间。苏渊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们那边林峰加林飞加10几个正式队员，你一个人怎么跑？你这不是……你有车吗？啊，你的车借我用一下。我的车改装过，看我的吧。你们俩想清楚没？别到时候输了反悔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苏渊的实力我们见过，现在我们只能相信他了。林少，开始吧。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你想死，我成全你。我们响应延迟0.3秒，涡轮介入转速偏高。这台车的 ECU 刷的是街道模式。那个加油工起步都起不来，他该不会不知道离合器在哪儿吧？刚才吹那么大牛，要1条14，结果连车都开不走，丢人丢到姥姥家了。苏源，我那台车的涡轮改过，进气压力传感器反应慢，你踩油门得提前给油，先轰到3000转再弹离合。方向盘的转向比调得偏民用，悬挂回弹阻力偏软，后轮倾角明显不对。这车改了这么多零件，调教却一塌糊涂。王天这小子买了一堆废铁。完了，现在距离发车已经8秒了，这8秒都够李峰跑完1小圈了。你们看到没有？那个加油工过弯的时候，刹车灯一直在闪，他不会是在找 ABS 吧？我刚才从他旁边过的时候看了一眼，他坐姿都是歪的，方向盘都不知道怎么握。哥，咱们是不是太给他脸了？这种货色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你非要全队一起上？别大意，他在1号弯的刹车点和走线选择虽然执行的很差，但选择的线路本身是对的。先观察。哥，你就是太谨慎了，给我3圈，我把它套的连方向都找不到。苏源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知道让你倒是踩油门啊！我那台车花了200万改动力总成，你倒是用啊！等等，等等什么？他都掉到最后了。他在试车。试车？你那台车他从来没开过，动力输出曲线、刹车热衰减阈值、悬挂压缩回弹比这些参数你不告诉他，他只能自己一圈一圈测出来。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第3圈，前轮内侧磨损程度已经反馈出来了。这台车的转向极限比我想的低，后悬挂的回弹阻力不足，连续高速变线时车身重心转移会滞后0.4秒。综合来看，这台车的极限弯道速度大概比职业赛车慢15%。变线时重心左偏过度，右后轮接地面积损失3%。这个习惯跟0号一模一样，但0号的修正速度比他快0.3秒。什么玩意儿？就这？1条14呢？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回家吃饭了。发动机峰值曲线7000到8000里，刹车热衰竭点在3圈半，后悬挂回弹比前悬慢0.3秒，转向虚位左偏0.5度。这车确实不行，但我可以了。比赛现在刚开始。他们开始堵路了，2辆车并排把赛道全占了，苏安怎么过去？现在只能减速等待了。刚才那是什么？假动作，他打了个假动作。
这招叫摇摆变线，是车神素颜的招牌绝技。现在直到末端向一抽头引诱防守方偏移重心，然后利用对方回正方向盘的0.几秒间隙，反向变线完成超车。他居然也会苏神的这招！他在3圈之内摸透了对面每个车手的防守习惯。刚才那个红车车手在之前的弯道防守中习惯性走断明线，苏颜就是吃准了他一定会跟着假动作走。怎么回事？两个人都拦不住一个。飞哥，他的变线速度太快了，我刚准备关门他就已经切过去了。他一个人破了3个人的围堵，段毅你看到了吗？他一个人就追上了。哥，他真的追上来了，12个人，他超了12个人。我看到了，你稳住，别乱。他怎么这么快？哥，他追上我了。超了，他超了林飞，下一个就是林峰。想超过我，做梦去吧。飘逸衔接，是飘逸衔接，我哥的招牌绝技。我就说嘛，疯子怎么可能会输？就是，看苏元那家伙还怎么追。漂移衔接，想法不错，但入弯点早了半米，反打的时机晚了0.1秒，导致侧滑角度过大，出弯时后轮空转了至少0.3秒。技术不错，不过没练到家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连漂移都拉不出来吧？你也配指点我的技术？真是1年不如1年了。说什么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也配点评神速车队？他怎么会这一招？这是我哥的招牌技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招我们在训练营练了半年，他怎么可能看一遍就会？确实厉害，漂移衔接，林峰的招牌绝技，他不仅会，而且做的比林峰更好。他到底是谁？比赛结束了。赢了，赢了！苏渊，你的走线、你的油门控制、你的漂移衔接，没有10年以上的职业训练，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以前在哪个车队待过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输了。赌约还记得吧？愿赌服输，开销我们自立，九江俱乐部我们不碰，赌注的事儿一笔勾销。早这样多好，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再比一场，14个人跑不过他一个，现在输了还想赖着再来？输了就是输了。赌约已经结束了，我们没义务再跟你们比。我们走。苏哥，今天你太牛了，一个人挑了神速2队。我在九江待了3年，没见过这么猛的。就是那个林飞嚣张的不得了，结果被苏哥治得服服帖帖。运气好。什么运气？你那叫实力。苏哥，来我们俱乐部当技术顾问吧，你平时啥也不用干，偶尔来指导一下这帮小子就行，怎么样？好意心领了。我说过，赛车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。业余爱好？你管这叫业余爱好？你那个水平要是业余的，全天下的职业车手都该回家种地了。苏哥，你这样的水平不去参加世界赛真的可惜了。苏渊，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你的走线、油门控制、动态平衡，每一步都非常专业，这绝对不是业余爱好者靠天赋能练出来的。你以前到底在哪个车队待过？对哦，你这家伙理论和技术都深得吓人。上次看比赛，你随口就能说出什么动能回收配一，今天又一传14，好像就没有你不懂的。老实交代，你以前到底是干嘛的？是不是哪个车队的隐藏大神？我就是一个干加油站的，运气好，看了几场比赛，瞎琢磨的。得了吧，瞎琢磨都琢磨成这样。
什么时候想说了，随时找我们。以后有机会，你们会知道的。行吧行吧，神神秘秘的，吃菜吃菜。哥，都11点了还在练，你也太拼了吧！刚才那个入弯我看到了，侧滑角度已经非常接近，照这个进度，再有个1个月，苏源的幽灵漂移就练成了。还差得远，幽灵偏移，全世界都知道这是苏源的成名绝技，但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我把苏源所有比赛的录像翻来覆去看了不下10几遍，慢放逐帧对比数据，每一个弯道我都能背下来他的入弯速度和方向盘角度，但一到实操就是不对。哥，我说句实话，这招其实没什么用，就是看着唬人。以你的实力，就算不用这招，今年的世界冠军不也是你的吗？你不懂。幽灵漂移的核心不在于炫技，它的真正价值在于，在高速弯道中，它能让车身在失控与可控的临界点上停留0.3到0.5秒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出弯时，你的车身重心已经提前回正，不需要像正常走线那样在出弯后花时间修正姿态。以世界发力赛的平均弯道密度来算，正常车手在每个高速弯出弯后修正车身需要0.3到0.5秒。如果你每一个弯都能用幽灵漂移完成13个高速弯，你就能比别人快出将近1秒。快1秒而已有什么用啊？世界赛的舞台上，冠军和亚军的差距往往连1秒都不到。去年在魔鬼湾，我就是被他用这招反超的。他在我面前像幽灵一样飘过了那个弯道。对了，你不是在江城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哥，我在江城碰到一个高手。江城除了苏源还有什么高手？苏源退役之后人间蒸发了，你该不会被人拿个业余车手糊弄了吧？巧了，我说的这个人叫苏渊。苏渊？没错，和苏源一字之差，而且这个苏渊的车技非常高，像是职业队出来的。苏渊，继续说，这个人在江城什么来头？来头，加油站员工。什么？哥，你没听错，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加油站的工作服，上面还沾着机油。我当时还以为他们随便拉了个人来凑数，结果一跑起来，我们2队14个人被他一个人挨个超了一遍。我们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，林飞在前面领跑，我在后面压阵。过了3圈，他还在最后一名晃悠。结果从第4圈开始，他突然开始超车，一个接一个，拦不住。你们用阵型了吗？用了，品字包夹，3辆车品字形封内中外3条线。你们14个人跑1个人，还上了品字包夹，你们是真不怕丢脸啊！哥，你先别骂，你听我说完。品字包夹摆上去，结果被他破了。怎么破的？我不知道，他在左弯走了个半内线，卡得我们领防的车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然后过渡段一个漂移，直接穿过去了，3辆车1个弯全甩在身后。什么？比赛画面有吗？我看看。这人，他是苏源。什么？苏源，神速车队上一代队长，世界拉力锦标赛9冠王，苏源。苏源？你是说那个苏源，车神苏源？我当着苏源的面问他认不认识苏源。苏源，你消失了3年，现在窝在一个加油站里当加油员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怎么又来了？白天输的不够，还想再来一场？怎么找到帮手了？我跟你说，林浩，林浩，神速队长林浩。深夜打扰，抱歉。林队大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要见苏渊。林队，你应该已经知道苏渊是谁了。知道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你也应该明白，他不愿意回去的事，没有人能勉强。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是来见老队长的。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会去加油站找他，不管他见不见我，
这一趟我都要跑。终于来生意了。你是0号浩神？你好，我找苏媛。你好，我马上去叫苏媛。来加油，队长。加几号？98号。队长，我知道你现在不想听到这个称呼，但在我心里，神速车队的队长从来都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说的那个苏媛，3年前就退役了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叫苏渊，深渊的渊。360，扫码还是现金？队长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回不回来，神速车队有你一个位置。队长袖边，我一直给你留着。位置留着没人坐就是空位，回去吧，不用来找我了。这是我电话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来找我。他叫你队长，车上0号叫你队长。把那张卡片收起来吧，丢了可惜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就是苏媛，告诉我你就在我面前，告诉我每天抱着你的玩偶跟一个活人骂另一个活人，告诉我你盯着我吹你的彩虹屁听了3年。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最生气的是你退役那天我哭了整整1晚上，第2天上班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，你还问我是不是没睡好。苏媛，你混蛋！对不起。你还会回去吗？泡面凉了。明天我就回欧洲了，世界赛预选赛下个月开打。队长，你走的时候我21岁，你把队长袖标放在我手里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骂我，说是我逼走了你。我不在乎他们骂我，我在乎的是魔鬼湾那个失误。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是你自己的错？那天的事故调查我看了几10遍，你的右天轮在入弯前压到了一块被前车带出来的碎石。那不是你的失误，是运气不好。你不该为一个不是你的错，把自己埋在这里3年。我没把自己埋在哪儿，就是不想跑了。你说谎！你每天晚上都在看比赛录像，你能说出我幽灵漂移的刹车点偏了多少？你能说出安德森今年的走线调整了哪个弯道？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神速车队需要你，不是当队长，不是当车手，是当苏云。龙国的赛车后备力量断层了，能上世界赛的现役车手不超过5。今年赛制改革，团队积分比分翻倍，我一个人扛不住。你是世界冠军，你扛不住的事儿，我来了也未必扛不住。你来了，至少有人能跟我一起扛。明天几点的飞机？下午3点。好，我送你。你说的对，3年了，该动动了。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本届世界拉力锦标赛决赛。浩神，加油啊！目前场上只剩下4名车手，1号种子安德森，2号种子维斯特，3号种子0号以及4号种子藤原。龙国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0号身上。安德森和维斯特从第3圈开始就一直在对0号进行包夹防守。2名不同国家的车手联手对付1个人，这在世界压力赛历史上都没有先例。怎么都在针对浩神啊？他们俩提前商量好了，安德森要保冠军，维斯特要保积分榜第2。只要把0号逼出前3，2个人都能达到目的。前方是连续高速弯组合段魔鬼弯，天哪！0号在入弯前直接没有减速，他以极大的角度投入了弯心。幽灵漂移，他在用你的绝招。不好，后台抓地力丢失了。
林浩退赛了。违规！安德森和维斯特耍赖，这太欺负人了。这帮人怎么可以这样？林浩被人夹击，他们看不见吗？全场就他一个龙国车手，2个世界前3联手搞他一个人，他们看不见吗？2届冠军就这水平，在魔鬼湾翻2次，龙国车手是不是跟这个湾有仇？一个人扛不住就别扛，丢人丢到国际上去，还车王呢，真是废物。他们骂的好像林浩是故意输的一样，好像他不想赢一样，好像他在魔鬼湾害怕是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一样。苏哥，你哥呢？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2天没吃东西了。苏哥，我今天去了魔鬼湾，我把车停在那个弯道入口，坐了整整1下午。我坐在那里就在想，如果我当时够强，如果龙国能多一个车手在场上帮他，他就不用一个人面对安德森和维斯特。如果我能有你一样的车技，我就能站在他身边。可是我就是不够强，我连品字包夹都破不了，我连你的尾灯都追不上。把你哥的房间号告诉我。3年前我从魔鬼湾退下来的时候，比你现在更惨。我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里整整1周，不见任何人。第8天我打开门，外面站着一个人。他问我，苏媛，你是不是永远不打算出来了？我当时想，对，我永远不打算出来了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不配。后来我发现不想出来的不是苏媛，是输了一场比赛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赢不了的那个废物。队长，我没输给安德森，也没输给维斯特，我输给了自己。我在魔鬼湾怕了，入湾那一瞬间，我想的不是赢，是不要犯错。一怕就晚了0.1秒，就这0.1秒我就出去了。恐惧是身体里最诚实的反应，你控制不了它出现，但你可以选择在它出现之后做什么。3年前我选了躲起来，你现在也可以选躲起来。但如果你想选另一条路，我陪你走。队长，你还愿意回来吗？不是回来，是重新开始。以后我当车手，你当队长，你带我。你就这么走啦？什么时候走？明天一早。带上，没有这个我睡不着。你已经让我失眠了3年，这个玩偶替你还债。我赔你一个新的。不要新的，新的没有这只眼睛外。世界赛决赛的时候来看吧，我给你留票，最好的位置。那你要是进不了决赛怎么办？一定会的。好，我等着你。魔鬼湾的数据分析我看完了，你的入弯时机比我当年早了0.1秒，刹车点却晚了0.2秒。这有问题吗？说明你在入弯前就想好要用幽灵飘温，所以提前进入了准备姿态。但你身体在恐惧，害怕再次失误，反应慢了0.1秒。幽灵漂移不是死在你技术上，是死在你心态上。你怎么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心态上？因为我和你犯过同样的错误。队长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：3年前在魔鬼湾的那个失误，你心里真的放下了吗？我要是说放下了，你信吗？3年前我以为那个弯道把我打败了，后来我发现，打败我的不是弯道，而是自己。我以为我老了，跑不动了，反应跟不上了。我在加油站待了3年，不是因为老，是因为怕。怕输，怕再来一次，但怕也得跑，不跑才会真的输一辈子。队长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接过他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苏哥排在第5位，第5位发车，足够了。
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收看本届世界压力锦标赛决赛，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第5发车位红色赛车神速车队苏源。世界完跑锦标赛历史上唯一的9冠王，被誉为车神的男人，今天他回来了！加油，苏源！前面就是魔鬼湾了，该死的黄皮猴子！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速度！你行的，你行的！幽灵飘逸！怎么可能？怎么还有人会幽灵飘逸？苏源是苏源，时隔3年，苏源回来了。他用幽灵漂移超过了安德森，没有人能做到，除了苏源，除了他自己。他做到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他赢了，他赢了，我就知道他能赢。赢了，赢了！终于做到了。10冠王，世界拉力锦标赛历史上第1个10冠王苏源，来自龙国。3年前他在同一个弯道失去了第10冠，今天他把第10冠队长亲手拿了回来。旧王从未陨落，新王亦已加冕。属于苏源的时代或许终将结束，但今天这个时代还在继续。